好，我们要来试发动我们的水星15匹马力。好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发动它，我们之前没有使用过它。那传说中很厉害，就是比较小声之类的，然后或是说比较好发，我们来试试看是不是真的如此呢？就是说我花的这个钱到底有没有值得呢？好，那我们介绍一下，我们这次是使用这一个，那这个是水袋，我没有用试水夹，因为听说用试水夹会比较不好。然后因为用水袋的话，它水比较满，我是用这个拉绳这样子把它稍微固定在上面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应该就可以让它吃水的时候比较好了。那像在这样洗的话，相对那个螺旋桨也是有洗到。好，那我们大概讲解一下。好，油桶的话，首先注意把油管装好，然后那个进气阀要打开哦。进气阀如果没有打开的话，那大的油桶的话，它可能就会被缩小，就是会被挤压，因为被抽真空嘛，引擎一直运作，它就会被抽真空，就会被压扁。或是说的话，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会熄火。通常小的油桶的船外机就会遇到熄火的状况，大颗的就是可能会被桶子被压扁这样子。然后这边的话要确定这个有卡好。那这边的话，这个是油管的接头这个记得要装好。然后记得要挤这个油球。这个油球要给它挤到整颗变得硬硬的，挤压到它没有弹性了，就是变硬硬的，你会感觉到里面有液体的声音进来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这个是启动油门，那它这一颗的启动油门它是已经转到一半了。那我之前用海地的话，它是一点点而已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。那安全绳插上去的时候，可以稍微把那个红色的按钮稍微往外拉，然后这样插会比较容易插进去。我第一次买海地的时候，它就是这个弹扣没有弹开，然后我直接插它是直接整个卡过去，然后就永远发不起来，因为它那个安全扣没有弹开，所以主要是那个安全扣要弹开，然后这个卡进去让它这样。理论上正常插下去它就会弹开啦，反正我觉得那个是稍微小瑕疵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就要拉开主风门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主风门拉开了。好，我们来试发动了。第一次先不要半油门，1/4油门试试看。我们这个发动的时候要先拉紧，让它有一个紧度之后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往后用力拉，这样子。哇，第一次拉好紧哦，天啊！这个棉绳怎么原厂就有点虚虚了？它这个棉绳原厂就有上油嘞。发动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稍微把这个主风门调回去一些些。真的是蛮顺利就发起来了，1、2次而已。因为磨合期的时候我们是用1:25的机油，所以会烟超大。第2次就发起来了嘛，那表现还不错，但我觉得没有说好发呢，很重手。但有可能是因为它气缸引擎整个都比较大颗，所以会重手一点，是正常的。我觉得烟量好像比海地的少对我觉得少蛮多的，所以代表它这个引擎的这个燃烧效率会比较好。我那时候刚刚有看它的那个燃烧的那一根那个高压线圈它是那个 NGK 的原厂的，火星塞也是 NGK 原厂的。海地的话是 NGK 的火星塞，但没有 NGK 的那个点火线圈。不过那是9.8马力的，我觉得9.8马力也许它本来出厂的设计就会比较差，因为例如说那个3马力的那一颗海地跟9.8马力的海地，我使用上还有它设计的一些细节、材料等等，我觉得差异都非常大。这颗本身是18马力等级的，所以它可能品质上本来就应该会好蛮多的。好，那刚刚忘了讲解，就是说我们一发动就要检查出水。那它这个有正常在出水，好吧？我觉得其实真的比大陆机好像好很多，它超安静的，是超级耶！我的天哪！我们现在躲到玻璃后面了，跟之前海地的声音差异真是天差地远啊，太夸张啦！钱花的果然是有价值啊 ！Oh my god！ 哇哦！好吧，日本机真的有点厉害，而且它抖动的情况没有到很大，
之前那个海地，可是它也是会抖啦，你看这个就知道啊。看这个把手，它抖动也是蛮严重的。我觉得那个海地的那时候的感觉是有点像抽筋，它平常顺顺的，但是偶尔会突然间抖比较大力，但这个没有，这个就是比较规律的震动感，好像感觉它转速怠速好像很稳，就是很准的感觉。但是因为我们是用海地的 9.8， 不是它的15或18马力，所以不太确定说它大马力的感觉差异是怎么样。我觉得烟超小的然后那个怠速超稳的，用水袋的烟板就比较小，但是声音真的非常安静这个差异真的很大，不是一点点啊。顺便跟大家分享，磨合期很重要。反正磨合期大概前10分钟，它规定是要怠速，那我打算是给它前20分钟怠速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刚刚已经就是测试一下这个机子，我真的是觉得它有价值啊。本来那些大哥那时候在讲说，到底船外机日本跟中国的有没有好很多什么之类，其实我是倾向不支持说中国机很烂，因为我自己的了解，现在中国机有2大品牌，百胜跟海地，那他们的话也都有过欧盟的认证，也有过中国船级社的认证。那其实，在这些认证中其实相对是比较严谨的，不是说你随便拿阿里布达的材质都可以来做船外机的。那其他太详细的我就没有去研究，但我是认为说，我个人是比较倾向要相信认证这个东西啦。那像这种日系机或是水星，那就不用讲，一定有过认证，对啊，所以就是没问题。那刚刚最明显的差距就是真的是超级安静，非常非常的安静。我们躲在玻璃后面听这个声音真的是快要没有。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在钓鱼会是有帮助的，因为例如说我们钓鱼，你很吵的话，鱼就知道有引擎嘛，它可能就会被吓干嘛之类的。那这个相对安静就没有这些问题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它发动起来。然后这边是这个是那个叫什么？就是转速表，我自己加装的。那它会计算你的使用时间，还有那个转速。那还有就是我刚刚点那个红色按钮，就是按下去之后它熄火的感觉。我轻点的时候它是没有熄的感觉，但我用力点下去，它是一按就熄了。但是如果是之前中国的机子，是你必须要点着到它真的熄火为止的，就是你一放开它又发动了，这样它自己就发了啊。它是300cc 的引擎，那它可能飞轮也比较大颗，所以拉起来我觉得相对 9.8 是蛮重手的。啊，对，烟的话是刚刚第一发的时候那是烟很大，但后面感觉上是我是不确定有没有比之前小，但是感觉上还不错，就是没有到烟量很大。那我觉得它静音烟量没有到很大，真的是还蛮不错的。那现在因为已经有待机过超过20分钟了，我们接下来试试看轻发能不能发起来。好，就轻轻拉动，可以轻轻的拉就发起来了。这样大概是800转，这样子大概1000多转，1300转。其实它好像转速稍微高之后，就有比较像那个海地的声音了。但我觉得很明显，声音还是比较扎实、比较小的。转速一高，烟量就变大了。先憋气。好，我们刚刚去拿口罩戴起来了，因为油门稍微转大一点，现在还在磨合期，机油的比例是1:25。那原厂手册有写，就是规范是说前10分钟是要怠速，我们是给它怠速了20分钟。因为我个人对那种磨合期非常的要求，我之前那个保时捷就是我有按照原厂的手册规范去磨合，然后结果我的车是所有的车友里面测起来0-100最快的，所以我个人是认为可能是有差的。就是那时候原厂，因为保时捷原厂那一台是标4.7秒，那车友的车实测大概都在4.5秒左右，几乎全部都是4.5秒左右。然后我那一台不知道为什么测起来就是大概4.28秒、4.3秒。我有用那个车牙 P Gear 去测试了，是4.28秒，测了很多次都是这么快。对啊，不同的天气、不同的时间我们都有测，都是一样差不多那个成绩，最快还有到4.1多，但那个成绩没有被认证，上传成绩是4.28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就是把他说不可以超过1/2的节气门，就是这个油门把手不可以转超过一半，最大约3000转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2小时内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再给它发动起来。这次再试试看更小力一点，不行，太小力不行。它最小力大概要有一个这个速度才发得起来。好大的烟
现在这样大概2000转，现在这样大概2600转，2700转，2800转。我觉得它这个怠速，就是不管怠速的转速还是发动的这个转速，相对都蛮稳的，就是很稳定。转速是不是蛮稳的？它这个转速真的非常稳，它就大概840、870在那边浮动。它这个怠速转速真的差很多，非常稳。之前海 T 9.8的话，它飘大概会有到100-200、200-300左右的转速飘动，所以可能是因为它的化油器跟它的点火性能好，所以它可以用相对非常慢的转速去怠速，那相对就会变安静。就像现在真的超安静的。刚刚拔油管的时候，我发现它这油管设计会稍微比一般那种黑色方方的那种不好，它油会喷掉很多。这个油管里面的这个机构跟这个里面的这个机构中间，就是多余的油会有点多，所以刚刚油滴出来非常的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检查一下船外机的热点。那它这边热点大概是这个机壳底座的部分，我应该大概这个距离测。那这边大概将近40度，这里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下面因为是在水里，因为不会发热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打开看看。那这边温度，船外机温度大概在47度左右。那这边大概在48缸头的部分，所以50度以内都是可以摸的温度，但是挺烫的，就是可以摸，但是手不会烫到说瞬间就是缩手，那个温度就是正常的船外机温度。那我上网查船外机温度大概至多会大概在70度上下，所以就不会超过80啊。船外机算是偏冷的设备。好，那这样子就大概了解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上车你买去啊！爸